欢迎回来，我是仙草初心。转眼已经到了2022年，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财源广进，万事亨通，虎虎生威。今天主要回顾一下2021年影响美国市场和华尔街的10大血与泪事件。No.1 游戏驿站，史诗级的逼空大战，散户也有春天。2021年刚开年就发生了一件震惊整个华尔街的游戏驿站扎空事件。游戏驿站是一家销售视频游戏电子产品和游戏商品的美国零售商。目前电子产品零售商这种商业模式呢，是已经基本上处在一种边缘性的地带。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在网上下载游戏，或者直接在网上购买游戏，很少的人会去零售商那里购买。所以一开始华尔街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很有可能会失败。游戏驿站的股价也从2014年的50美元下跌到了2022年的3美元。然而在 Reddit 上一个名为 Wall Street Bet 论坛上，散户投资者们并不认为游戏驿站是一家失败的公司，所以散户们开始购买该股，在2020年恢复到了20美元。而这一价格的上涨成功吸引了华尔街对冲基金的注意，并开始了他们的做空之旅。这也仅仅是华尔街对冲基金噩梦的开始。在意识到华尔街卖空行为后，散户投资者们于1月制定了购买并持有游戏驿站股票的计划，提高股价的结果十分理想。游戏驿站的股价一度冲破了480美元的大关，短时间内暴涨了10几倍，拉爆了多个空头。1月29号，卖空对冲基金遭受197.5亿美元的重大损失。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大流行居家隔离，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已经无法回归到之前的正常生活了。现在又处在一个信息时代，网络也就成了唯一的社交。手头上呢，刚好又有点现金，情绪呢也是需要宣泄，再加上人们对游戏驿站这个老牌零售商的一种情怀，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众所周知的散户吊打机构，导致了很多做空机构的大佬不断的爆仓，多家基金被血洗。然而券商却和对冲基金穿了一条裤子，多个证券经纪商暂停用户购入游戏驿站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股票交易，这样就给对冲基金有机会来补回这些股票。游戏驿站事件呢，标志着秘密股票现象开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都在寻找着下一个游戏驿站。而被游戏驿站带火的秘密股票当中，大部分都是靠着市场情绪的推动，根本没有基本面的支撑，公司也基本上都是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也有很多的投资者可能因为进场过晚或者是抛售过慢而经历了巨幅的亏损。散户收割机构带来了短暂性的胜利，但是从长远来看，散户未必会赢，因为胳膊永远也拗不过大腿。不过散户们也传达出了自己的信息，韭菜未必就一定会被收割。但是呢，股市从来都没有太多的一夜暴富，而是看重的是长远投资所带来的利润。No.2 Bill Wang 创下单日最大亏损，对冲基金惨烈爆仓。2021年3月下旬，韩国人 Bill Wang 旗下的 Archco Capital Management 基金爆仓，导致了投行对其仓位进行了强平，连锁引发了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在大宗交易市场上以大幅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了这些股票，使得一系列中概股和美国传媒股票暴跌。Bill Wang 其重仓股票包括维亚康姆、跟谁学、腾讯音乐、百度、悟星科技等。该公司持股遭到了抛售，总金额达到190亿美元，创下了人类历史最大单日亏幅。由于存在高杠杆，
导致其相关的股票市值蒸发了330亿美元，其中高盛卖出了105亿美元，而摩根斯坦利也卖出了将近80亿美元以上的抛售。不仅如此，多家国际知名大行也被纷纷拖下水，其中野村控股、瑞士信贷合计损失超过100亿美元，而且后续报道说多位高官被迫辞职。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 Bill Wang 一直是一位高杠杆的玩家，他旗下的这个对冲基金啊，从2012年的2亿美金，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资产规模扩大到了150亿美金。但是啊，无论是爆仓的这个 Bill Wang， 还是1988年轰轰烈烈倒下的长期资本公司，都终究难逃因为高杠杆所导致的再大的基数乘以0仍然等于0的命运。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 Bill Wang 一直热衷于高杠杆，导致了他自己的基金爆仓。但是如果他要是用自己的钱来做操作，根本就不存在爆仓。爆仓就是借别人的钱来炒股。试想一下，如果你想找银行借个1万块钱，开一个小店，文件材料全部都递交了，但是我估计银行基本上都不会看，而且根本就不会批准。Bill Wang 找到银行却说，我想借30亿美元来买加500倍杠杆的集中头寸。银行们一听，哇，大客户，然后就先仆后继的双手奉上了40亿。这个呢，反映出来了当下激进的市场情绪和资本主义金钱游戏的本质。Bill Wang 曾经也说过，如果你欠银行100块钱，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00万美元的时候，那这就是银行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你欠银行800亿美元，担保了150亿美元的股票，那你们俩就都完蛋了。由此可见，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最好远离高杠杆，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要从顶端投资者的忠告和别人的血泪史里面吸取经验，而不是说等到这种惨状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后再进行反省。Number 3， 苹果隐私。苹果隐私政策变革，科技革命。在去年的4月，苹果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强硬地调整了用户隐私政策，并且推出了 ATT。所有苹果商店上架的 APP 都必须遵循这一新的政策。APP 开发者需要征得用户许可，才能跟踪用户或者访问其设备的 IDFA， 即广告识别。其中啊，这个脸书的反对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这样的隐私变动会严重伤害到依靠广告追踪的中小型开发商，使其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同时又增加了巨大的负担。脸书呢，此前一直是通过名为受众网络的工具收集 APP 用户的数据，并向其他大量开发商、广告商以及出版商提供这些数据，使他们可以根据用户的年龄、位置以及其他的标准，生成精准而有针对性的广告，向使用脸书社交网络的用户进行投放。目前啊，全球 1.9 万家开发商和出版商都在使用脸书的受众网络进行广告追踪，并严重依赖于个性化广告所带来的业务和盈利。由于受到了苹果用户隐私政策的调整，广告业务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和数字广告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像 Snap 和 Twitter 这样仍在为建立自己的广告网络而竞争的公司呢，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股价也一度出现了大幅的暴跌。这个原因呢，就是面对苹果用户隐私新的政策，像谷歌、亚马逊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其广告业务已经非常成熟了，他们不但是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可能会成为苹果 ATT 政策下潜在的获利者。
用户在谷歌或亚马逊的平台上想要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商品的话，就必须先要向网站表达出来自己的需求。不管是通过搜索还是分类，在苹果隐私新的政策的大背景下，即使同样强调转化效果的广告，再加上数据监管，基于推荐和基于搜索受到的影响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脸书的推荐算法其实是对用户的数据进行收集，然后再整合分析，推送相应的内容和广告，节省了用户主动搜索的这个步骤。据了解脸书吹哨人弗朗西斯·豪根曾建议美国的立法者要求脸书等科技公司向外部开放推算系统，以让外界更好地研究平台上所有的内容是如何影响用户的。按照这个趋势，基于用户收集和处理的算法推荐将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各个领域的争议。随着技术发展，监管的趋势也越来越严格，商业巨头们在广告业这块蛋糕中的格局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历了长时间算法推荐统治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到了自己的隐私的重要性，而苹果则给这场盛宴带来了一场科技界的文艺复兴。然而，挫败的脸书干脆放弃解决当下的困境，而是把重心转移到了下一个工业革命，押注于遥远的未来——元宇宙。Number 4， 元宇宙到底是时代的变革还是泡沫？随着多人在线游戏创作平台 Roblox 于今年3月在纽交所正式上市，成为元宇宙的第一股，元宇宙迅速成为了今年资本市场上面的一个相当炙手可热的词。当元宇宙像龙卷风一样席卷了整个科技圈以来，无数科技公司可谓是蜂拥而至。无论是扎克伯格宣布脸书更名为 Meta， 苹果宣布苹果头盔将在于2022年推出，还是微软宣布计划将旗下 Microsoft Team 变成元宇宙，而且不乏也有很多的科技巨头也在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快速地切入到元宇宙这个赛道。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背后，无一不在传达着一个大信号：如果再不搭上元宇宙这个新纪元，也许可能被抛下的人就是你。元宇宙的本质是对现实社会的虚拟化、数字化的过程，需要对其内容产生、经济系统、用户体验以及实体世界进行大量的改造，将成为平行于现实世界的人类第二空间。然而，元宇宙一词也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色彩。由于技术上的瓶颈，目前市场上所谓的元宇宙产品，距离实现真正的元宇宙仍有着巨大的区别。很多人将元宇宙理解为 3D 版的互联网，在元宇宙的终极状态下，游戏和社交的结合，零售以及电商环节、工业互联网等带来的发展机遇，在提高生活、工业、社会、科技迭代效率的同时，降低人力成本、资源成本、时间成本以及交易成本。元宇宙的概念之所以能在2021年火爆的原因，一方面是疫情防控加速了社会虚拟化，使得宅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网络线上生活由原先短暂的状态逐渐成为了常态，这也使得更多人在现实社会无法实现的需求，转而用线上方式来得到满足。同时，互联网渗透率逐年增高， VR、AR 的硬件、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化、云计算等关键技术的逐步发展，也为2021年成为元宇宙的元年做出了铺垫。这个原因呢，是元宇宙受到资本主义热捧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各项技术发展是从量变
到了一个质变的结果。尽管多家科技巨头已经开始布局元宇宙赛道，但目前元宇宙发展仍面临着很多技术上的限制和法律上的盲区，距离实现真正的元宇宙仍有着一大段的距离。元宇宙最需要冷静和务实，整个产业链共同协作与推进，包括基础设施、市场培育、软硬件发展、优质内容建设等，都是要循序渐进的，是在一个共享的基础设施、标准以及协议的支持下，由众多工具和平台不断的融合进化，才能形成最终形态。元宇宙包含的业务生态十分广泛，整体产业中基础设施要先行完善之外，接下来能否提供具有沉浸感的成熟设备，最后则是内容环节，这需要业界的合力投入和探索。元宇宙在底层算法、终端、内容、应用打造的生态整合之后，会达到一个爆发点，而这一爆发点才仅仅是一个起点。至少未来5到10年，元宇宙会持续不断的演化，直到最终形态的呈现。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小韭菜，还是要警惕资本主义通过创造新概念、炒作新的封号、吸引新的投资等逐利惯性的操作，避免被打着元宇宙旗号的资本主义市场反复收割。Number 5， 太空旅行。也许在不久的未来，去太空旅行就好像坐飞机一样的平常。不过在当下，依然只是亿万富翁热衷的竞技游戏。今年7月，维珍集团创始人、英国富豪查理德·布兰森乘坐维珍银河飞行器完成了首次亚轨道试飞，成为了第一个乘坐自己的太空飞船完成了太空边缘飞行的富豪。7月20号，另一位富豪贝索斯搭乘旗下蓝色起源公司研制的新谢泼德号飞船进入太空。整次旅行从发射到降落总共持续了大约10分钟，在失重的状态下就维持了3到4分钟，但花费是55亿美元。由于布兰森和贝索斯的太空旅行因为时间太短，这就好像去外太空打了个卡一样。到了9月，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直接将4名平民旅客送上了太空，成为全球首个由平民团组成的太空旅行团。4名游客在太空中度过3天，绕地球45圈后安全降落。随着富豪们亲自上阵，不仅带火了一群美股太空旅行概念股，而且在这种你追我赶的热情背后，更加凸显了太空旅行、商业太空市场领域的竞争。未来甚至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想通过这种私营公司的飞船进入太空。太空领域或许将是未来10年最重要的经济增长之一。这个原因美国银行给出的预计是到2030年，不断增长的太空经济将成为1.4万亿市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令人兴奋的航天工业新时代，预计在未来几十年的太空探索将是人类历史上更多的进步。虽说太空旅行商业化还需要一段时间，但真正看到盈利前景的应该是卫星产业。根据美国卫星产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卫星产业状况报告，2019年全航天经济总值达到了3660亿美元，其中商业卫星占比约75%，总量为2710亿美元。从太空监测地球环境将成为关键市场之一。其他可以开发的太空商务领域包括清理太空垃圾、开采太空资源、太空材料学以及太空旅游等。此外，卫星、互联网、航天发射器等业务也将成为各方抢占先机、为太空经济重点布局的领域。
并将其作为在未来太空收入的重要一部分。太空旅游现在已经形成了萌芽，但前提是你必须有大把的钞票。目前看来还是有钱人的娱乐项目，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高额的票价。那么太空旅行一旦普及，会不会造成重大的环境破坏呢？火箭发射对环境是有害的，在火箭燃料燃烧的过程当中，火箭发动机将有害气体和烟尘颗粒，也称为黑碳，释放到了高层大气中，导致臭氧消耗。伦敦大学的教授表示，现在的火箭制造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和碳氧化合物等污染物是按照每公里距离所造成的污染，要比飞机更严重。维珍银河太空飞行就等同于在燃烧塑料一样，制造了很多的黑碳。然而蓝色起源的火箭设计使用了不同的燃料液态氢，即便使用液态氢的火箭，也不能完全避免制造碳氧化物。二氧化碳不是火箭升空唯一值得我们担心的，还有许多会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臭氧层是吸收太阳紫外线，如果遭到破坏，就无法保护地球。如果太空旅行变得越来越频繁，那么就会对气候变化和臭氧层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在未来，对于太空旅行燃料方面是否有更好的替代品，是否会有更完善的环境法律，我们现在都不得而知。借助另外一位世界超级富豪的话，太空，我们在地球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是呀，富翁们为了完成儿时的梦想，可以在太空旅行上花费数十亿甚至100亿美元，而地球上还有数千万的人在忍受着饥饿。对于太空旅行，你们是怎么看的呢？好的，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那就订阅、点赞、留言、分享吧。那我们下期见。